你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金星地表画面，由苏联的探测器拍摄并传回。金星是太阳系中最接近地球的行星，也是地球的姐妹行星，因为两者大小和密度都很相似。但是，金星的环境却与地球截然不同，它被厚厚的云层和二氧化碳组成的大气层包裹着，表面温度高达460摄氏度。如此高温会使人体内的液体直接沸腾，比跳进一锅热水还可怕。金星的大气压力非常高，相当于地球上水下920米的水压，人站上去根本无法呼吸，身体组织和血管会爆炸破裂，甚至被压扁。那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，金星上是否存在生命呢？为了探索这个神秘的行星，苏联从1961年开始发射多颗金星探测器，其中有些探测器只是飞掠金星，有些则进入了金星轨道或大气层。最坚强的2台探测器最后竟成功着陆在了金星表面，但由于金星的高温高压，短暂存活后就坏掉了。1981年，苏联发射了2台完全相同的探测器 Venera 13和 Venera 14，它们相隔5天发射，目标是研究金星的致密大气和神秘表面。这2枚探测器都携带了科学仪器，其中大部分被密封在一个气密压力容器内，用于承受金星上灼热的高温和恐怖的大气压力。最终，这些探测器成功着陆金星，并捕捉到了着陆附近令人难以置信的金星彩色全景图像。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这2个探测器还配备了麦克风，用于记录金星大气中的风噪声，以便测量风速。其中 Venera 14探测器的声音记录留存至今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聆听下金星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苏联后来对数据进行分析，得出金星表面的平均风速在 0.3 和 0.5 米每秒之间，这意味着金星表面厚密的大气层出奇的平静，金星表面地狱般的炎热景观几乎没有受到风蚀的影响。坦白说，在世界各国太空机构取得的所有成就中，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金星的探索无疑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甚至比美国的载人登月都毫不逊色，简直令人惊叹。Venera 14探测器不仅在金星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存活了近1个小时，而且还向地球发送了很多金星的重要科学数据。苏联探测器在金星上做出了许多重要的发现，例如首次测量了金星大气层的温度、压力和成分，首次返回了金星表面的图像，首次用合成孔径雷达对金星进行了扫描测绘，首次发现了金星上存在着火山活动和闪电现象等等。对我们地球上普通人而言，苏联探测器则让全体地球人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一个外星世界。音画图像经过还原后，就如同你站在了金星的表面上一样。不过，苏联探测器为我们揭开了金星的神秘面纱，但也留下了更多的谜团。例如，为什么金星的自转方向与其他行星相反？为什么金星上有如此强烈的温室效应？为什么金星没有卫星和磁场？为什么金星上有硫酸雨和可能含有生命迹象的磷化氢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研究。目前，有多个国家和机构计划发射新一代的金星探测器，希望能够揭开这颗行星更多的秘密。
也许有一天，我们或许能够真正理解这颗与地球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的行星。好了，关于金星的旅程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金星的知识，请记得关注我，更多精彩天文视频等着你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记得点击喜欢和收藏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